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有请今晚24位美丽的单身女生。Me not to waste my life. She said, spread your wings, my little butterfly. Don't let what they say keep you up at night and make your walk on by. My feet can't touch the ground, and I can't hear a sound, but you just keep on running up your mouth. Yeah. Whoa, walk on over there, 'cause I'm too fly to care. These wings are made to fly. 24位女生，欢迎你们，请亮灯。有请1号男嘉宾。Can you feel it?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Some rock says, can you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好，孟老师好，两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李默，今年26岁，然后现在生活在云南丽江。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唱歌。这好像不是个什么事儿吧？为什么那么喜欢跟女朋友一块儿唱歌呢？因为我在丽江的生活闲暇时光，我会和大家朋友们一起在喝酒、吃烤肉、唱歌，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唱歌。哇哦9号。男嘉宾，因为我之前去丽江的时候也是，去那种小酒馆，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驻唱，然后再弹着吉他之类的，我觉得那种氛围的时候就特别好。我特别想知道你一般比较喜欢听什么歌呢？一般喜欢听一些轻摇滚和民谣，然后我也经常在丽江，因为朋友很多都开酒吧，然后会去唱歌，会去弹唱。哇，要不要唱啊？可以可以啊。一段危险的旅途结束，我想和你平静的生活，去看看天边日落，或幸福就是紧握的手。Zafina， Zafina， 所以我才懂得你珍贵。好的，谢谢大家。我们问一下，有没有女生想接着唱2句的？哇哦！现在是卡拉 OK 时间。来，我想让15号你唱个粤语歌，我们听一听。唱歌很好听的。那你唱啊！我唱《世上只有》吧。来，可以。利益是我支柱，动力和意义。You make me cry, make me smile, make me feel that love is true。谢谢你的看顾，以及路上的爱护。我唱歌很好听的。好的。
我很喜欢杨小琴会说，我唱歌很好听，我很会学方言，我语言天赋还是挺好的。他其实很有趣，就他说出来，即便后面的呈现与前面的描述没有那么吻合，你也不会觉得对，但是你还是会喜欢他。对，还是觉得这个性格本身还是挺有趣的，特别好，特别好。彭瑞，因为我也是乐队的主唱嘛。哦，对。那你们一般民谣的话，你们都唱哪些歌曲啊？民谣，南山南。可以。好，来，就这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后来得及，我要望着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好，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生气的时候就是不跟我说话。11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之后，你是去哄，还是说你也不说话那种？我是会去哄，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不知道生气的点在哪里，那就有问题以后及时沟通以后解决问题是最理想的状态。22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生气他不理你之后是做出怎样的这种，就算是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不理我的时候，那我就想办法嘛，就买杯奶茶，或者做一个他最喜欢的糖醋排骨。然后缓和气氛以后呢，再去就哄好了嘛，就好了。只是 OK 好的。7号。男嘉宾你好，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喜欢咬你这种，你会生气吗？不太过分，没问题。因为我生气的时候，就是大概我给你形容一下，就是怒气值会加50%，然后那个速度会加200%，然后敏捷会加500%，对。这个多少有点扛不住，我这瘦弱的小身体。是，这个是有点受不了。这有猫系女生，关键时候可以变成豹系女生。对，我很好奇，就是什么点会让你从猫变成豹子？我曾经是因为男朋友没洗头，然后突然一瞬间就发火了。就因为他没洗头发。因为他没洗头，然后我就是开始有点生气，然后他也没有及时哄我，然后我就怒气值就是慢慢就上去了。你对他的发型不满意，你之前跟他说过吗？我有说，我说要不你还是洗个头吧，然后或者是你搞一下头发什么的。我觉得男生敷衍是不行的，对。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我换位思考一下，我看到这句话的话，就是我不理你，一定是你惹我生气了。那我希望你不要惹我生气，所以你可以做到吗？为什么说生气时候要足够沟通呢？就是说我不惹你生气，是我充分的了解你以后，它中途肯定会有摩擦。我有没有太 get 到？就是说，女生一生气了，是因为男生让她生气，所以女生就要对她冷暴力。好像女生生气都是有道理。我觉得就是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有3种思维考虑问题啊，一种叫批判式思维，就是我讨厌你这样，然后我希望你改。那这种方法呢就比较粗暴。那我觉得再好一点的方法呢叫建设性思维，就是我们出现矛盾了，那么咱们讲讲看是什么问题，然后双方出一些主意，让这个事情能够建设性的解决。那更好一点的思维呢叫成长型思维，就是在这个矛盾的过程中，双方都去找找你们情绪的点在哪里，那两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去彼此去修复它，然后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对方。所以呢，就说从批判性思维，我觉得是特别二元论的，特别简单粗暴的。然后建设性思维呢，是有助于处理问题的。那最好的成长型思维呢，是两个人人格都可以得到发展的。
但是黄老师说的第2种和第3种啊，对那个人格基础是有要求的。他需要那个人格基础完整，比较自洽，而且本身没有一些脆弱的预留。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很多那种一生气，其实的意思就是脆弱被触碰了，所以他自己首先得不自卑，且不自负。且对自己的任何的优短长劣有一个清晰理性的认知，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性和成长性就有了生发的土壤。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尝试后2种，又觉得做不到的时候，可以先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格的完整度还不够高。来看片子。一座城，一个人，一点午后的阳光。我叫李默，我从内蒙古乌兰察布来，我和丽江一见如故。如今我定居在这里，经营自己的摄影工作室，为丽江创作影像。基本上白天我都会在工作室处理素材，下午我就拿着相机出去拍摄，记录我眼前看到的世界。玉龙雪山，蓝月谷，大自然告诉我，很多事情只能我先成就它，它才能成就我。最让我惊喜的是一个叫宝山石头城的地方。宝山石头城是一个建在悬崖峭壁上的一个村落，它里面原始居民基本上是纳西族的原始居民，车子是进不去的，只能到村口。整个运输过程我们看都是拿着马匹，两边2个筐。村子里面的人基本都是自给自足，和外面嘈杂的世界相比，这里却给了我安定的内心。之所以去记录，是为了表达。大学毕业时，我结识了非遗传承人蔡学珍，他花光10几年的积蓄，自建栗树竹展厅，去传承民族文化。源于对他的敬佩，我以此为题材，完成了人生第1部纪录短片《栗树手艺人》。日常的拍摄工作固然繁忙，但是每周和朋友们的聚会交流必不可少。很多时候自己家，因为很多都是开客栈或者有一个院儿，基本上喜欢在家里吃，然后弄上一桌菜，喝点酒就开始唱歌，感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我在这里找到了属于我的生活方式，你愿意和我一起爱上丽江吗？卞秋阳。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从原本的地方，然后去到丽江开始新的生活呢？我最早是读书去的，然后毕业了以后呢，我觉得丽江这个城市就景色特别美，然后还有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玩音乐或者是侃大山，都是一个很放松、很包容的状态。是的，其实我也非常羡慕男嘉宾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你这样的一个生活。谢谢。有机会可以去玩耍。好的。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说法叫第2故乡，你们心里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第2故乡？2号。我第1个故乡就是我的老家，第2个故乡就是合肥，因为我在那里开始工作和成长。我在合肥待了9年，然后真正创业之后，然后去了上海，是我第3个故乡。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把第4个故乡找到。所以我是这么定义每个阶段和每个故乡的一个认识的。对。5号。就是今年是我在南京生活的第3年。其实第1年的话，我刚到这里就比较抵触，因为我觉得这边吃的太清淡了。然后第2年我就在适应，然后第3年我就觉得我非常喜爱这个城市，但是我就要离开了。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就是记录一下，南京就是我的第2故乡。我们如果有足够的年岁的话，也许会生活很多城市，也许有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个城市。我们经常在语言当中的描述，无论是文学性的，还是我们口语当中说到的第2故乡，我认为符合几个要件。第一，它是我们生活了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你说住1个星期，那不能叫第2故乡。第2，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足够大的影响，
第三，留下了我们深刻的情感记忆。有这3个要件，我觉得它可能会形成第2故乡。那个宝山石头城离丽江那个城区有多远？离丽江城区100-200公里吧。虽然很近，但是整个都是蜿蜒的那个单向山路，它有一节都是石子路，它还不是水泥路，所以要开很久，要开6-7个小时车才能到。我觉得是不是正因为这样，才保留了它原始的模样？对，就像西藏的墨脱，也是最后通公路的线嘛。说一下你的那个纪录片。我是机缘巧合下认识蔡大姐，这个就是我片子里的主角。蔡大姐这个人就是，吃饭和穿衣打扮都是特别节俭，然后衣服袖子上都有洞啊，然后吃饭也是粗茶淡饭的，很简单。但是呢，她为了传承她这个傈僳族的文化，自己花了很多钱，然后建一个傈僳族的文化展厅，带着队员们学习这个非遗的唱法，然后学习跳舞这些。他一个人能把这个事儿给撑下去，是特别不容易。是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你喜欢的那种精神，就热爱艺术，无比坚持。是的，其实对我也是有很大的影响。我想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我想记录下来。有梦想的年轻人，这个时代真的很多的细节太值得被记录了。是的，是的。5号，就是我很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拍纪录片。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今天男嘉宾就是这样一个我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他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有做一些就是关爱麻风病康复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其实我也自己很想去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术业有专攻，那个可以请男嘉宾，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帮我去拍一下。这是你是我的眼。可以合作。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是有参加这样一个公益组织嘛，我们就会有1周的时间去到那边，看到他们身体上那些留下来的残疾，然后包括他们就是脚可能都会有溃疡，我真的就是觉得我都心疼的想流泪。但是我们这个群体太小了，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谢谢。哎呀，好善良的女生。然后我觉得一个好的纪录片哈，首先有新意，就是你要有一颗想记录它、表现它、热爱它的一颗心灵。其次是一个独特的视角，所以纪录片存在的意义就是它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心意是最无法伪装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心意，一定能做好的。你可能只需要一双拍摄的手，一双跟你一起发现美的眼睛，就是在这里，它很合适。那太好了，太好了。其实我前期拍的这个片子不是很成熟，那么我一直的梦想就是说，可能在我40岁左右，然后包括我技术成熟以后，经济条件也成熟以后，我还会自己再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纪录片。好，来看一下他的。丽江找到了我，我也选择了丽江，但我与爱情的奔赴还是没能到达目的地。我遇到过一个和我有共同美术爱好的女孩，我们在兴趣上很合拍，曾经形影不离地陪伴彼此。而现实的推进让我们各奔东西。我并不是一个擅长处理异地恋的人，分隔两地的我们无法再保持同频，我也会变得束手无策，
爱情不再是我们理想中的样子，我们只能结束了关系。后来我在大学遇见了一位女生，她比我小2岁，在丽江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感情也一步步升温。但这段感情却不太被她家里人看好，家里就是不太愿意让她在外面谈恋爱。当时也想着就是也不高兴嘛，因为毕竟都是成年人了，还不让谈恋爱，就是也说过这个事儿，当时没有太在意。但是后面经过时间一步一步推进吧，可能这个问题就爆发出来。然后他在纠结了很久以后，开始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分手就分手吧，这最起码见一面吧，就决定我说去找他一下，然后也跟他家里沟通一下。他姐姐也是异地恋，结婚2年多的时间，切实的面临了一些生活的问题。所以基于现实原因的考量，不建议他异地恋。对于感情，我更在意思想的契合，相处的舒适。短期内我仍打算在丽江发展，即使异地，我也希望能在一起克服。我期待他乐于沟通，不善冷战，过上相守于雪山脚下的生活。这个女孩的姐姐对她的影响是不是很大？是的，他姐姐应该比他大个10岁左右吧，在家里面可能是长辈的一个概念了吧。那么他姐异地恋，就是说遇到了很多问题，并且他觉得如果不是异地恋就很好解决。那么他就把他带回去了。家长领走了。就家长不同意啊，就是。你们在过去的情感经历里边有没有遭到对方家里边反对的？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那么他姐异地恋，就是说遇到了很多问题，并且他觉得如果不是异地恋就很好解决。那么他就把他带回去了。家长领走了。就家长不同意啊，就是。你们在过去的情感经历里边有没有遭到对方家里边反对的？22号。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是离异的嘛，就是我的这段感情经历，就是因为家长不同意，但是当时年轻，还执意的跟他在一起。但是用经验告诉了，如果家长不祝福的婚姻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对。那我也想问一下男嘉宾，那如果你在选女朋友的时候，你家长的意见如果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话，你会如何来处理呢？我家里是完全支持我，就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是有过一次婚史的是吗？对，我是离异的，而且我还有一个 baby。那你总结2个离异的原因会是什么？就是首先呢，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认可度，因为结婚了之后就是双方家庭，尤其是有了小孩子之后，这个时候就是牵扯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孩子未来在哪里上学呀？你们的户口会落在哪里呢？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对。把我们一个在丽江拍纪录片的男孩头都问大了。听到这一句事儿。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刚才有说你专门去找你的前女友见面，就是为了分手。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分手一定要见面说吗？首先我跟他分手是属于前面在热恋的阶段。当时第一要去，主要是想挽留一下，也是想跟他家里沟通一下。然后跟他姐沟通了以后呢，挽留不成，那我就分手也要去说一下嘛。你再解释一下，你认为的志同道合是指什么？我认为的志同道合是可以一起跟我玩音乐。
你说的志同道合，怎么听上去有点像共同爱好呢？对呀、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嘛，一起事业上也好啊，然后爱好上也好，就是聊得来嘛。我觉得因为这个男生在曾经2段过去的感情当中，都是理想败给了现实。那刚才女生们也说到了，就遇到现实怎么办？孟老师也说了，对吗？要说到这些很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也都在看你是怎么来认可的。但好像你并没有特别正面的回答。不是说要一个完善的答案，只是说在这方面你有没有过考虑我觉得可能女生想多听一些这个，我想问一下，刚才不是还想一块儿弄纪录片的这个纪录片 partner？ 对啊，就是她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工作伴侣，而且正在做的事情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如果我跟他一起走的话，可能确实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现实因素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我的预期。但是，就是我真的希望男嘉宾可以一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一个平凡人在用自己的力量去记录更多值得记录的东西。谢谢。看一下心动啊！哎，来看一下。纪录片小伙伴儿，你看看。把纪录片拍出来啊！好的。这次来《非诚勿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2位老师对我说的那些话。那么我回去以后可以继续再坚持我的梦想，但是呢，我同时也会兼顾现实的一些情况。如果以后我真的能找到心仪的女孩的话，我一定会照顾好她，也照顾好家庭。我喜欢乐观一点的女孩，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态度。好，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他自己快乐的生活，并且留下有价值的宝贵的影像资料。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非老师好，2位老师好，女嘉宾们好，我叫赵泽阳，来自湖南长沙，今年23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你可以接受我睡前听恐怖故事。你听恐怖故事的时候，要不要带上他一块儿听？那个倒不需要，因为我高中那会挺叛逆的，然后事情比较多，精力旺盛嘛，那时候就失眠，睡不着觉。那时候就爱上了听一些恐怖故事，吓着吓着就睡着了。吓着还能吓睡着了？对，我认为只能是吓晕过去。你们睡前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小习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10号。男嘉宾你好，我睡前会去听陈明老师的辩论。哇哦，那不应该热血沸腾吗？我变得那么无聊吗？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我很欣赏陈明老师，他的观点还有他说的话，有时候会特别暖心。然后我不开心或者失眠的时候，我会反复的去听陈明老师的辩论，真的是这样，就很喜欢。哇哦，
哦，对我妈也很喜欢陈明老师。他们俩要走到一块儿了，这一家子会很和谐的。婆媳可以一起看陈明老师辩论，一下子就把他们俩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婆媳关系就解决了。2号，如果说我的男朋友很喜欢听恐怖故事，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会怎么去处理？哦，对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自己也做噩梦。现在更多是兴趣爱好，我可以就是自己白天的时候听一下就好了。我更多的不是那种一惊一乍的恐怖故事，我也是听一些案件，然后会让引人思考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说要很恐怖。所以我想更了解的是，喜欢听恐怖故事算是你的兴趣吗？你有没有其他的比较更阳光一点的兴趣爱好？兴趣我是运动吧，之前高中的时候是体育生。我也是。哎，很荣幸。我还参加过市运动会。厉害厉害，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跑过那个小型的马拉松。什么事情想不通的时候，我就喜欢去跑步。听上去他有点像阿甘，什么事想不明白就去跑。从中国的东部跑到中国的西部，好多事儿就想明白了。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对方拉着我和陌生人去打剧本杀。我朋友是开剧本杀店的嘛。那个时候我就想跟他一起去合作去开剧本杀店，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很多陌生人去参与剧本杀，然后做市场调研。当时呢也结交了一些朋友，但是我个人不是很会聊天，除了剧本杀这个话题就找不到其他的话题。然后我更喜欢跟老朋友一起，熟悉的朋友去玩剧本杀，也更享受那个时间，更放得开一点。3号。大家好，我叫韩经纬，今年26岁，是来自深圳的室内设计师。但是我想就是问男嘉宾一下，就是玩剧本杀这个东西，它首先是要求人数一定要够。如果你只跟你的朋友约的话，你这个人数会不会不太够？对，会有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你是不是一定要跟陌生人去拼车？对呀。也可以，我不反对这种事情。但是我玩剧本杀更喜欢的是跟最熟悉的朋友在那里花4、5个小时联络感情，并不是玩剧本杀的内容。那我方便问一下，男嘉宾您喜欢什么类型的剧本杀吗？我喜欢还是恐怖、硬核、推理本。哎，他的人生离不了恐怖这个事儿。他是属于那种生理上要跑步运动刺激，然后精神上也要刺激到的那种。好，看第1条片子。月入山下，湘江河畔。我叫赵泽阳，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小时候，爸妈做生意，我经常转学，离开了熟悉的小伙伴，我学会了独处。一个人在房间看动漫，一个人做饭照顾自己，一个人旅行，也形成了我独立的性格。大学毕业，在外漂泊半年后，我选择回到自己的舒适圈，选择在父母经营的钢材贸易公司工作。我的舒适圈呢，就是我熟悉的环境，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或者是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我可以进步得更快。我爸经常说啊，做生意就像做人一样，也教会了我很多道理。现在除了帮家里人打理生意，我也经营着自己的一家物流公司，待在舒适圈一样也能打拼出自己的小天地。小时候，我和爸妈的关系并不好，爷爷奶奶照顾我更多一些，给我家的感觉。高1时，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也是在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仔细地看了看爸妈的脸，忽然发现他们脸上有了皱纹，头上也有了白发，他们变得不再是我印象当中年轻的样子了。那一刻，我的心就忽然很疼。忽然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变老了，我也应该长大了，也应该换我去照顾他们了。逢年过节，我会和父母一起走走亲戚，家里20-30号人聚在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但也会免不了被7大姑8大姨问有没有对象。被问的多了，我就会机智地转移话题，主动询问其他兄弟姐妹的终身大事，追问我的事呢，也就忘记了。我喜欢跟小孩聊天，还喜欢抓娃娃。我的床头呢，就常年放着一个哆啦 A 梦，
偶尔睡前还会打个招呼。我希望能保持一颗童心，并把对生活的新奇感传递给身边每一个人。15号。你好，男嘉宾，这里。好。然后我看你那个片子说你喜欢捉娃娃，你有没有捉娃娃的技巧呀？我并不是很会抓娃娃，然后每回都要用200-300个币去抓3-4个娃娃。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就是我捉娃娃的话呢，我就待在那个正在捉的那个人隔壁，我就看他投了几十个币之后，然后他走了，然后我就接着玩。就是有这个，他设计了这个次数。对。那你每次要抓娃娃的时候，那前面要没有人嘞？我就去玩其他的游戏，等到有人来捉。那他万一捉到了呢？他捉到了，我就不投了。他想抓个娃娃，条件很不容易的。对，我觉得以后他可以找个男朋友在那里守着。他需要一个傻一点的人在前面投很多币，守株待兔。陈意涵。男嘉宾你好，刚刚看那个 VCR 看到就是你说过年的时候你都会被亲戚追问有没有对象，但是我每一年说的都同样一句话，我说放心好，我今年会努力的，我明年争取脱单，但是拖了几年都没有脱。对，我觉得面对这种问题，跟长辈不需要去硬顶，然后我们可以机智的去转移话题，也可以转移到别的话题。比如呢？转移什么话题呢？就是比如，就像我小姨之前经常就问我有没有对象，然后我就说我还早，我说她孩子应该是要找对象了，我还瞎编说她孩子跟一个女生在牵手。彭瑞。男嘉宾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舒适圈内打拼和舒适圈外打拼有什么区别呢？区别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的舒适圈就是有熟悉的环境，我能更明确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比如我自己在父母这边工作的话，我反而会比在外面工作更加仔细、认真、负责。我爸去做生意、谈项目都会带着我，然后我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就比如我的第一个项目谈下来了，就很开心的、很自豪的回家跟妈妈说：“哎，我很强，而且我谈的价格是整个钢材市场的运输成本最低价。”但到最后几批货的时候，就项目那边就说发现了问题，发现是运输公司的司机在中途偷了一些钢材。然后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做生意不要把价格压得太低，要给对方留一点底线。这句话对我的帮助很大，包括之后我的创业跟开物流公司也是一样。4号。男嘉宾你好。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待在舒适圈里的人，我的梦想就是早点退休吧，但是就是我发现待在舒适圈里面久了，我就会跳开我的这个舒适圈，重新开始一份工作，重新开始一个圈子，重新到一个城市。那你在南京舒适了之后，你可能要奔到下一个不舒适的地方去。然后再把那个不舒适变舒适了之后，再去另一个地方，人生世界就是螺旋上升的，是吧？对，我觉得，舒适可以是一阵子的舒适，但是如果一直待在一个舒适圈，就感觉一眼望到头了。我觉得舒适圈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就像我在爸妈这边有更好的工作基础上，我就有更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人们一直在强调舒适圈，人们该走出的是让自己停止不前的舒适圈。心理学上好像是有三个维度的划分，里边是舒适圈，然后是学习圈，然后是恐惧圈，它是一层一层的。舒适圈是做熟的事儿，然后做没有压力的事儿；学习圈是半生不熟的事儿，恐惧圈是完全不熟的事儿。所以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说倡导的是以舒适圈为你的人生阵地，不断的挑战学习圈，然后最后使得你恐惧圈的那个边界会越扩越大，
这样你在人生当中寻求你的开心和幸福感的选项会变多。这个时候我们说你的操纵感会变强，你的生命是控在你的手里的。18号。男嘉宾你好，我刚刚在 VCR 里看到你说一件契机让你一夜之间成长，我想了解一下你当时所认为的成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态呢？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挺叛逆的，然后我读了4年高中，3个学校，然后那时候跟爸妈关系很差，然后就在爷爷奶奶那边读书，然后记得那年是国庆的时候，那天早上爷爷突然就是脑溢血倒下了，当时我就很急，一个长长楼梯我跑下去是滚下去的，然后我们一家人就坐上车把他送去医院，前面强装镇定的爸妈发现他们脸上就是真多了一些皱纹，我看着爷爷我就想，原来其实从小陪伴我们的人也会老去，也会离开我们。哪一个瞬间你们会觉得自己的父母真的老了的？18号。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我的妈妈永远不会老了，因为我的妈妈的话，在我4岁或者5岁就已经去世了。你长得还很像妈妈呀，我发现。对他们，我家里人都说我跟我妈妈很像，就是我这辈子没有机会看到她变老的样子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能看到父母变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以照顾他们，去回报他们生你养你的恩，真的。不要觉得父母变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句话真的，我会记住你说的这句话。从不同的人的人生体验当中来看，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男生说，我们一瞬间看到自己的父母老了的时候，其实内心里边是有一点点酸楚的感觉。但是从18号女生她的经历来看，因为她母亲去世比较早，再也不会老去的记忆，所以从她的角度感受当中，这其实挺幸福的。对，就像我现在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对之前都是很遗憾的，没有更早的去体谅父母，然后现在更多的是珍惜，陪伴在他们身边。谢谢，说的我都掉眼泪了，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到中年，我们的父母，我爸妈已经70多了，然后你每次回家看他们，好像都会，就会好像又老了一点点。然后前段时间我妈妈呢，就是到北京来做手术，然后她就一直在抱怨她的生活，她感觉到好像得到的关爱不够。然后我在想，这个时候我妈妈只是面对衰老和死亡恐惧的时候，她想多一点的关怀。我就说妈妈，其实我很理解你，然后我能打算画一幅画送给你。就是我妈妈50岁的时候，我们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很怀念我们。就是我在想，我为什么那么感伤？是因为其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在我们前面，所以我们才没有离衰老和死亡那么近，真的是。所以，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抗拒生命的流逝的话，那么希望给老去的父母多一点的安慰，多一点的陪伴，多一点的关心。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有人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只要你父母还在，我们就是小孩子。对，你无论你多老，你60，你70，你父母还在，你好像都不觉得你是个老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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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好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吧。看下一条片子。初恋，他热情外向的性格吸引了我。为了追他，我主动制造机会，多和他在一起。在书店和他邂逅，吃饭陪他一起。他害怕戴牙套，我就陪他一起戴。在我的主动追求下，我们在一起了。他是艺术生，为了和他有更长远的未来，我放弃了练了3年的体育，开始学习艺术，学习普通话，学习唱歌，学习跳舞。发音不标准，我就咬塑料瓶盖练习。就算嘴巴磨出血，我也继续练。五音不全，被老师劝退，我也不放弃。我本以为我的付出会让他感动，但他只看到了我训练时狼狈的样子，提出了分手。其实挺难过的，为了他，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但是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但我不后悔。以后谈恋爱，我还是会做一些正面的，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改变。曾经我向一个女孩表白时，被问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你有多喜欢我呀？难道要说50遍我爱你吗？要不你做50个俯卧撑吧？可以啊，做500个都可以啊。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做50个俯卧撑可以代表我很喜欢她。也许女孩只是想要一个爱她的证明吧。后来他还问过我，你喜欢我哪里呀？我很难说出是哪里，但我想喜欢一个人，就是觉得他哪里都好，缺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恋爱中，我喜欢直球式表达，不会反复试探对方心意，只要喜欢，我就会主动去追。我喜欢脾气温和、稍微黏人一点的女生，但我的朋友圈比较窄，平时玩得好的呢，都是小时候的伙伴和同学，还基本都是男生。希望通过《非诚勿扰》，我能早点遇见心仪的他。来，15号。他说喜欢温柔又黏人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女生，她不温柔也不黏人，但是她是长得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会跟她交往吗？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15号。他说喜欢温柔又黏人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女生，她不温柔也不黏人，但是她是长得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会跟她交往吗？也会啊。你看看男人的嘴脸，1秒钟就暴露了。我喜欢这样的，但是他都不满足，但是好看，那也行。所以就是好看，你就会跟他在一块是吗？他身上总有我喜欢的一个发光点，我就会去追求。你不是说喜欢温柔，然后黏人吗？其实也没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是喜欢稍微黏人一点的女生。然后温柔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性格很急，然后脾气比较暴躁。从小在我们那个沙草堂社区是出了名的大脾气。你看季琦把季琦玩得快死了。但确实我是脾气大。你再说。哇哦！就有一位你跟他聊一下吧。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很叛逆，这个正好治他，我的天。没有，因为我想反问男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性格也很火爆，就是我还喜欢咬人，但我现在稍微好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不打人，他尽量控制，只要不打伤我都没问题。漂亮，哎。但是就是如果就是我每天作你，你会烦吗？作？你要换着花样作，我不会烦。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现在就他一个人留灯。
来，我们看一下智推。哎呦，赵泽阳的智推女生是3号。男生为人谦和温暖，活跃有能量，充满探险家精神，爱生活，爱运动，爱探索。女生大方感性，温暖有爱，精致有品味，生活当中善于勤俭持家，乐于助人。两个人享受相同的生活趣味，彼此确定对方，认真携手进步，迎接两人的便是神仙般的幸福生活。供两位参考。来，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就是女嘉宾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如果之后恋爱以后会因为恋爱原因去改变城市，会有什么压力吗？3号，你在哪个城市？我目前是在深圳，但是我是比较偏恋爱一点的，就是愿意以后跟随男嘉宾在他的城市去生活。7号。我在上海，然后因为我爸妈的话，我家人的话都在上海，所以我需要就是对方可能来到上海，然后在上海买房这样子，对。压力确实挺大，因为我自己在长沙买了房，买了车。这个你自己看着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选3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走；你也可以选择7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选3号吧，智推。好，来3号。挺好的，你考虑考虑，不用着急。毕竟我比你大，我比你大3岁呢。哦，你介不介意？我并不介意。并不介意，3岁。你现在就直接说你愿意或是不愿意。不好意思，不愿意。我能说最后一句话吗？你能说。就是我上《非诚勿扰》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开始那个照片，一家人的照片，最后一张是520，我跟爸妈一起拍了全家福。那个羽毛球那张吗？对。这2张照片一对比，就看到男嘉宾成熟了，而且妈妈有一种要依靠着你的感觉，有没有？对，而且你看你爸爸的状态松弛多了，年轻的时候特别紧绷。现在出去他都说是我兄弟。从小很讨厌拍照，就没有什么合影，我觉得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非诚勿扰》这一次契机，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做个改变，在每年的520就跟爸妈跟家人拍一张全家福呢？哎，要记住今天的这句话哦，就是这个姿势，拿3个羽毛球拍，每年都拍啊，然后最后把它整理出来，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对，好，很大的家庭，很大的过程。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之前出现了一个那个大面积灭灯的原因，好像是我说到自己脾气大。其实我的脾气大，并不是爱发火，而是我会有时候会自己去跑步，自己生闷气的那一种。其实我算是恋爱中比较好相处的人，我也会对方会做出一些改变。有请下一位男嘉宾。孟伟老师好，2位嘉宾老师好，我叫张勇，今年26岁，来自安徽合肥，目前在南京工作已经有1年多了。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她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在每天早上可以给我包一个鸡蛋。因为我比较瘦嘛，之前有增肌的习惯，教练就告诉我，
每天早上要多吃，要吃鸡蛋，吃蛋白质。但是现在每天我吃饭都是在车上吃，所以呢，我希望以后我送你上班的时候呢，可以帮我包个鸡蛋。我觉得这个事的难度不在于包鸡蛋，在于一块儿同时上班。这个太难了。22号，你好，男嘉宾。你好。那我想问一下，那您缺的是不是一个保姆呢？我也可以给你包鸡蛋，只不过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比较甜嘛。那2个人早上一起早点起来，然后在家里面吃好早餐，然后男生给女生准备不好吗？对呀。对，是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啊。我可以去尽量的去起早10分钟、20分钟，这个都是可以完成的一个事情。这个事儿吧，就像谈恋爱的时候包龙虾，你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的时候，你自己不会包吗？对呀。有了男朋友吗？你包一个，我包一个，2个你喂我，这不就是甜蜜的事儿吗？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拿我去和他的前任去做对比。这好像不可能。14号，男嘉宾你好，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对，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如果你说你的前任比我优秀，对吧？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会让我有一种产生自卑的一个心理。就是谈恋爱的过程，我觉得互相双方是需要夸赞的，因为越夸赞越有信心。对呀。其实我还蛮赞同男嘉宾说的，不希望拿自己跟前任去对比，因为对比的话，自己心里也会有那个反差，然后想着他那么好，你干嘛不去找他，要来跟我在一起呢？对的。8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喜欢拿我跟你的前任做对比，你会怎么样呢？那绝对你比他优秀啊。5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比较的人，因为我觉得我的现任一定会比我的前任好，但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在意一下，你的另一半拿你和别人的男朋友比较。这个没有问题，就是跟你闺蜜的男朋友去做对比，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肯定有比我们优秀的男生，对吧？其实跟闺蜜的对象去对比呢，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种驱动力在里面。哎，这有意思。我想问一下台上女生，如果你们的现在的男朋友拿你们和他的前女友比，和他兄弟的女朋友比，哪一件更让你们不舒服？或者说我完全 OK， 我无所谓。18号，老师好，男嘉宾好，我觉得您提的2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唯一一个对于我来讲比较可怕的点是，男生会去贬低他的前任，在他的口里，他的前女友都是不好的女孩子，那么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呢？就是我对于前任这个事情啊，我基本上分了手之后呢，我不会去评价他好，也不会去评价他不好。既然已经分开了嘛，没有必要去贬低一个人，或者是去包养一个人。求生欲。好，来看片子。小时候一到放假，我就喜欢跑到家里的厂子里面，拿着各种颜色的玻璃去看世界。从小耳濡目染，长大以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建材这个行业。我叫张勇，家里是做门窗生意的，去年到南京来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建材门店。96年的我在建材行业里面属于是最年轻的那一辈，行业里朋友很多，我把他们划分成了4个年龄段。和20岁的小张聊天，能感受到他的苦中作乐。而30岁的老王和他的兄弟，我感觉他们青春犹在。到了40岁，大家都在唉声叹气；50之后，大家都变得沉默寡言。除了行业里面的朋友，
我还有一个秘密战友，就是我的姐夫。我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天，经常一聊就到半夜，他舍不得睡觉，我舍不得走。几点了还在这儿？你们两个给我得了。和姐夫聊天是我宣泄负能量的一种方式，再有就是弹吉他了。凭借6年的吉他学习，我在大学曾经组过2支乐队，也作为总发起人成功举办了近1万人的高校音乐节。其实这个音乐节是我的一种爱情表达，初衷就是为了和当时的他一起登上更大的舞台，只是到最后我都没有告诉过他。感情上我会注重刚分手后的相处，双方可以给彼此留一个复合的可能，只要保证不见面，我觉得可以接对方的电话，听对方的请求，用足够的时间想清楚这段恋爱的结果。给大家唱一首《曾经的你》。我已经有4年多没有玩吉他玩乐队了，所以呢，我很怀念之前读大学的时候那个自己。我希望大家都能做回以前的那个自己。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咚呆，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咚呆，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哒哒，有难过也有精彩。2号。Hello， 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知道你是合肥的嘛，老乡，对你合肥哪里的？合肥包河区。包河区。对。我也会讲合肥话哎。合肥话，肥是老么子。肥等到肥市买了一只老么子。对的。陈明的表情像在听外语一样的。这是中文。是什么？肥东到肥西是2个地方，肥东到肥西是不是买了一只老母鸡？对。哦。而且你们刚才是1人1句完成了这个，看上去像 rapper 一样。但是我想跟你聊的就是，我刚刚有看到 VCR 里面有提到复合嘛，我是不是那么容易说分手的？但是一旦说分手的话，我觉得就是一定是伤心透了。当你伤心透了的时候，对这段感情有舍有不舍，干嘛还要想着分开呢？其实我很认同刚刚有一句话，就是分手这个词啊，我真的觉得不是随意就能提的。但是分手之后，大家如果还想有一个以后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缓和期的。但是我自己现在是30+的一个状态，我在25岁的时候，我可以轻易的跟男朋友说分手。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该沉稳的年纪，如果再让我遇到一段感情，他的分手我更会慎重。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一定不会说分手，分手了就不会再会有复合的。对的。对，就可以理解我的这个点。对，我能理解啊。8号。我刚刚看男嘉宾 VCR 里面说，分手的时候要有一个冷静期，然后相互不见面。因为我是一个性格比较直的人嘛，如果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有问题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要当面讲清楚，就算是分手也会有复合的可能，我是这样觉得的。见面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缓和一阵或者缓和几天，见面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我个人观点是，不能立马就见面，立马就去见面约谈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分手冷静期啊，也跟依恋风格有关系。依恋型人格确实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有安全型依恋人格，
有焦虑型依恋人格，还有回避型。说到那个回避型和焦虑型哈，比方说我爱你，回避型的人说哦，你想干什么？就是你要我做什么，他就特别害怕被要求。而焦虑型的人呢，是特别害怕被抛弃，就是他会有很多的焦虑感。这两种人格呢，还恰恰很喜欢他们俩组合。焦虑型他愿意链接，而回避型就愿意躲避。就开始的时候，他们往往可以建立关系，但是时间久了，如果两个人都不去调整和改变的话，那么也会形成一个一追一个躲的那种模式。是的，分手的轻重跟人格类型紧密相关。焦虑型说分手，意思是快来哄我；回避型的人格说分手，意思是我想静静；安全型的人说分手是我们完了。这3句话背后的潜台词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把刚才那3句潜台词放在心里，来回在脑海里滚一遍，然后问自己对方到底是哪种人。对，其实我是有自己的，就是情绪焦虑型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自己的叫空洞时间的，我是需要自己去整理的。你是属于让我静静类型的。对。哦。说到心理的状态啊，男嘉宾刚才片子里边有一段说到他跟不同的年龄段的人聊天的感受，你再总结一遍，20岁是什么？跟20岁的朋友们在一块聊天，我觉得可能苦中作乐更多一点吧。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说到心理的状态啊，男嘉宾刚才片子里边有一段说到他跟不同的年龄段的人聊天的感受，你再总结一遍，20岁是什么？跟20岁的朋友们在一块聊天，我觉得可能苦中作乐更多一点吧。苦在哪里呢？可能刚出社会，然后呢有生活的压力，要买房要买车。乐呢，可能就是我们还对以后充满着期待，充满着期望。那到了30岁变成什么了？我30岁的朋友很有意思，其实他们青春犹在，但是我更感觉他们有点返老还童，返老还童。30岁都叫返老还童了。每次我们出去聚餐或者是喝点酒啊，他们可以喝到早上9点半的那种，什么话题都能聊。那不是年龄决定的，那是酒量决定的。15号。男嘉宾，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测试一下你的心理年龄。好。如果你有一笔钱，你会先买房子还是先买车子？这怎么就测试心理了呢？先让他回答嘛。你说。我肯定会先选择去买房。那我觉得你挺成熟的。对，我会先选择去买房。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你这个问题就极其幼稚。给你一笔钱，是买房还是买车？买房的叫成熟，买车的就不成熟。不是我。所有的测试都有一些规定性的前提。你下次测试的时候呢，要严谨一点，好不好？10号。男嘉宾你好。因为你说你对20岁、30岁、40岁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交流方式，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对待20多岁的女朋友、30多岁的女朋友、40多岁的女朋友，你有没有40多岁的女朋友呢？目前我还没有啊。就是你的浮动差是多少吗？基本上是上5岁下3岁左右。那也就是30出点头和20多岁差不多。对。看下一条片子。青涩时期，我们总是不太善于让自己时刻处于恋爱的最好状态，没来得及改正自己的缺点就匆匆分离。我和他因为乐队相识，第一次约会是我主动接送他去演出，并看完了整场。确立关系的那天，我主动牵着他和我的室友一起聚餐。追爱阶段的我很主动，可在一起后就开始原地踏步了，反而是爱玩的他花时间花心思主动来见我。他是乐队的鼓手，我是吉他手。我们经常在排练时吵架，
他嫌弃我吉他弹错，我觉得他鼓节奏不对。恋人身份的我们都觉得对方在针对自己。可排练、吵架、演出就和好，但每次演出后的派对，他都会对我冷落。他会去找他的乐手朋友聊天，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管我，甚至我提前走掉也只会说一句好。最后我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第二段恋爱的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异地恋，而我们的矛盾是因为我的情绪低迷，这个问题在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冷暴力。记得有一次吃饭，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不开心，一下子我就陷入到自己的情绪里了。从结账一直到回家，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其实我只是需要自己消化一下，时间不会很长。但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冷暴力。现在的我已经改正了很多，也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再碰到这种事，我会先弹琴唱歌来哄他开心。19号。男嘉宾你好，因为我刚刚看了你的 VCR，就是你相对于来说是属于偏被动性的，是吗？对。就如果我们两个人争吵了，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就可能是需要我来先做出一个让步，是吗？我在我这里有个界限啊，就是这个问题，我会自己分析，它对我来讲严不严重。如果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可能我就是处于你说的那个被动型的，我需要一个台阶。但是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其实我当下的想法其实是想让你来哄我一下。对呀。因为我自己有几个红线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不触碰到你底线的那几个问题，你都会主动来。对，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13号。男嘉宾你好，就是你在第一段的感情里面，你是属于那种追求的时候很热烈，但是真正步入恋爱正轨的时候就是原地踏步。在你看来，可能这不是冷暴力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说咱们换位思考的话，在女生看来，这已经构成了冷暴力。假设你情绪不好，有没有选择去跟女朋友说，解释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情绪不好？情绪不重的时候会去讲的，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了啊，我也意识到，其实也自己在慢慢的去琢磨这个事情。然后呢，关于你讲的第一段感情，我感觉是成长经历过程中啊，他好像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这个习惯的确是不好的。11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 VCR 里面有一段是说你跟你女朋友去吃饭，然后她有一句话让你不开心，然后你就有点情绪化。这一段我觉得你是一个比较细节，而且有一点小心眼。就是我是有点粗枝大叶，就是说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细节。对这个事情呢，我现在能意识到啊。具体那天说了什么话呢？我不是很清楚了，但的确肯定是戳中我的心里面了。包括后面他让我帮他拿衣服啊，可能在我现在想一想来，他可能是想要给自己的一个台阶，也在向我示软。但我当时呢，可能我可能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层面。最后一个问题，朱瑞。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您现在还发生刚才那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呢？如果是我能接受的情况下啊，我会主动去解释去哄。但起码解释我肯定可以先做到了，就是我不开心或者我自己有点情绪的原因在哪里，我是可以说出来的。你搞那个音乐节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弄的吗？对，其实在心里面来讲这个是初衷。那后来他知道吗？应该是知道了，我不确定。他也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儿。那你以后再有女朋友了，比如你为她做一件很大的什么事情，你是会告诉她的，还是做了就做了，不说？我应该可能还是不会去说的。为什么呢？我可能说不出口。
我跟陈老师在看 VCR 的时候，他有一个场景，就是你跟他演出完了以后，他在跟别的人聊天儿，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被冷落了。我跟陈老师就说，你那个反应是典型的回避型的反应。你看你跟他们那么好，你不重视我，那我就默默走掉吧。对对对。如果说你觉得回避型的这种性格给你造成了某些困扰的时候，当你开始做出第一反应的时候，有些时候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情。是的，你的所作所为，你相信行动的力量，你也要相信语言的力量。我们有时候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感动的境地当中，就觉得我已经做了那么多，我没有必要让你知道。但有的时候你也要小心，就是这种自我感动是不是只是在逃避自己不够勇敢的借口？我理解你为什么很害怕走上去，因为你怕被拒绝，所以你会给自己营造无数个甜蜜的肥皂泡，告诉自己行动的力量是多么感人，我一定会感动到他的。就算没感动到他，我告诉你，最后只会感动到自己。有一本书很有趣，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它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很多回避型的大门。你好好看一看，被拒绝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好嘞，加油！谢谢老师，再见。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再见。关于黄老师提到的这个回避型人格的一些问题，我是认可的。经过了2位老师的分析，以后我会勇敢的去把自己的付出去告诉自己的另一半，让他也知道我可以为了他去做很多浪漫的事情。接下来我希望找一个成熟稳重一点的女生，她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我希望她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些思想上面的交流。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明亮了双目，找等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